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曼达。今天我们来买菜。那跟往年一样哦，为了明天的年夜饭做准备呢，今天我会来买一些菜，然后回去做备菜，这样你明天的工作就会比较的轻松。那之前呢，我其实有请大家帮我选一下今年的年夜饭要吃什么，所以我觉得今年应该都是大家很爱吃的菜。那咱们先去逛逛菜场吧。刚刚买了一只走地鸡，因为这个鸡呢，我打算就是一大部分用来做凉菜，然后骨再用来炖汤，就每一次家宴都少不了一只鸡嘛，对吧？今天的采购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，还有一些可能需要新鲜度特别高的，明天再来买一趟。那现在赶紧回家备菜了。年夜饭嘛，总是少不了像是鲍鱼、花椒这种比较珍贵的食材。那这种食材呢，你肯定是要至少提前2天准备的。像这2盒我已经是昨天放到冰箱去了，因为它要长时间泡发，一定要放冰箱哦。现在已经是泡的比较软了。这个鲍鱼呢，泡好之后要把它的嘴去掉，就是前面你可以看到它有2个触须的地方，就是它的嘴，直接用手抠掉。确保清理干净之后，就可以开始煮了。换新鲜的纯净水下去煮。鲍鱼需要煮蛮久的，所以让它慢慢煮着吧。花椒也是一样的。这些干货呢，都是用纯净水泡发，会发得特别好。但是普通自来水也没关系。接着呢，还是一些干货，但是这些都是要明天用的，所以我还是放到冰箱去泡发。因为干货的泡发，大家注意一下，如果你要泡的时间比较长的话，放冰箱会比较安全。好吧，全放冰箱。花椒一下锅之后呢，你会感觉它好像比生的时候反而缩小了，不要担心，它泡发之后会再回到比较膨大的状态的。现在呢，还是跟鲍鱼一样，让它就小火慢慢煮着。接着我们要准备很多的蒜蓉，这个蒜蓉呢是好几道菜里头需要用到的，不过主要呢是放在那个避风塘炒蟹里头。避风塘炒蟹啊，它其实会用到很大量的蒜蓉，然后这个蒜蓉要充分的炒到很金黄、很香。然后大家平时炒蒜蓉的时候，会不会有一个困惑，就是蒜蓉很容易粘在一起？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技巧。蒜蓉的量是不是感觉蛮大的？不要担心哦，因为它炸过之后呢，蒜味会减轻一些，所以需要量蛮大的。然后大家在摸到蒜蓉的时候，就会觉得粘手，对吧？所以你需要把它先冲洗一下，把这个粘液冲干净，之后再下锅炸，它就不会粘在一起了。蒜蓉让它沥一沥水。然后这个花椒其实已经好了，花椒不需要煮太久，筷子戳一戳，感觉有点软了就可以关火。鲍鱼还要煮很久，然后就让花椒在这个水里头自然的冷却，不要管它了。接着来炖一些牛杂，这里有牛腩肉，然后是百叶、黄喉、牛肚这些。因为牛杂比较难处理了，我建议大家就买市面上已经处理到好的半成品就行了，直接冷水下锅就行了。因为这些肉需要比较长时间的炖煮嘛，所以今天准备好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一会儿也不会放到炉子上炖，我会放到蒸箱去蒸，这样你可以节省一个炉灶。
这些东西都混合在一起了，就是现在比较随意，就堆在一起就好了。因为我们首先是预处理嘛，要让它们都变得比较软烂，放到蒸箱去蒸。再随便放点葱姜。接着就是处理整鸡了。这个鸡呢，其实会有3道菜用到它，一个是凉菜口水鸡，一个是在八珍豆腐里头会用到一部分鸡胸，另外一个呢，鸡汤也会把它做成一个汤，所以物尽其用。那因为口水鸡呢，最好是比较完整的鸡下锅，所以我们先把鸡胸切下来。鸡胸的部分呢，我会用在八珍豆腐里头。一块完整的鸡胸片下来。这个皮是八珍豆腐用不到的，但是呢，不要扔掉了，你把它跟剩下的鸡放在一起炖汤，它们都是香味的来源。没有鸡胸的整鸡下锅，冷水下，随便加一点姜葱，一点料酒，鸡皮不要忘了。鸡胸肉顺手就给它处理了，切成小丁。一点盐、糖、胡椒、香油。然后玉米淀粉抓一下，然后这个鸡汤开着点火，我现在感觉它已经快要沸了，就是表面开始冒一些小泡泡了，这个时候就把火转到最小，尽量不要让它完全的沸腾，用这种将沸未沸的水温呢去把这个鸡浸熟。鸡肉才会特别嫩滑。然后是冬笋，其实看过往年年夜饭的人应该感觉冬笋很熟悉啊，每年它都会出镜，因为没办法，它就是这个时节必吃的一道菜。其实我总是会不厌其烦的自己来处理冬笋，大家市面上也可以买到那种处理好的，但我还是觉得它有比较新鲜的，你自己处理它味道是最好的。虽然有点繁琐，但是我也不会偷这个懒。差点忘了啊，水先烧好。冬笋这个老的根部一定要去掉，你就拿刀试，你感觉哪里能切得动就从哪儿切就行。下面靠外层呢也会比较硬的，修修干净，丢到水里去煮。然后加点盐，冬笋汆到这样有点黄黄的就行了。然后现在我用了一个超级的小锅，发现没？因为我准备炸那个蒜蓉了。这是刚刚洗过的蒜蓉，小火慢慢炸哦。因为蒜是一个非常容易焦糊的东西，要有耐心。现在我左边是正在煮的鲍鱼，右边是正在炖的鸡，都是比较费时间的东西，所以别着急，慢慢来。这个鸡汤你别看它火特别小，但是它其实很香。然后那个黄黄的鸡油也都出来了，这个蒜蓉的温度也上来了，然后你很明显能感觉到它不粘了吧？这个就是水洗小窍门。我感觉我炸了好久哦，因为炸蒜蓉真的非常需要耐心。就你们想想，如果你明天做避风塘炒蟹，之前要炸那么久的蒜蓉，是不是真的很浪费时间？所以一定要提前准备。然后蒜蓉是这样的，它从炸好到糊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，所以一定要提早关火，看到它已经差不多失去水分了，就把火关掉，这样用余温就可以把它炸到金黄色。接下来就是准备各种酱汁，都是为明天的凉菜准备。就大家平时做饭的时候，有没有感觉凉菜很简单，但是拌酱汁挺费时间的？所以呢，我会今天把酱汁拌好，用这些小容器分蒸好。现在我拌的是口水鸡的酱汁，其实都是些挺常见的，像是芝麻酱啊、生抽、醋之类的。不过从放上辣椒面之后呢，这个酱就不要动了，你就让它上面保持辣椒面、花椒粉，然后白芝麻的这个顺序。因为我们接着要往上面泼油，我们把刚刚的蒜蓉先转移出来，这个蒜蓉往酱汁里头也加一勺。这个小锅我给它洗了洗，因为后面还要再用它来烧一点热油。这热油瞬间下去，那个香味儿就散发出来，现在超级香的。现在就放在这就不管了，明天直接用就行了。接着还有一个要用到芝麻酱的，就是乾隆白菜，这个也是一道凉菜。这乾隆白菜今年特别火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？它其实就是以芝麻酱作为主要的调味料去凉拌的一个白菜。
再加一点熟蒜蓉进去。这个酱的糖醋的味儿要重一点哦，并且它的质地会比刚刚那个稠很多，因为它要裹在白菜的外面才好吃。可以给它加一点老抽，稍微颜色重一点，看着会更有食欲一些。接着呢，还是一个酱汁，是李庄白肉，其实也叫蒜泥白肉，加点刚才的熟的蒜蓉、生抽、醋、一点根糖，然后加点蚝油，再来点油泼辣子。其实刚刚那个口水鸡里头，我们也相当于是现做了一个油泼辣子，但是那个油泼辣子因为量比较大，需要很浓重的那种油香味儿，所以我是现做的。这个李庄白肉里头用现成的就好了。然后我刚刚不是说它是蒜泥白肉吗？它需要很多的蒜蓉，但是我刚刚加的是熟的蒜蓉，明天我还会加生的蒜蓉进去，增强它那个蒜的香味儿。但是生蒜蓉今天不要加，因为你加太早了的话，它会放到明天可能会有点蒜的那个臭味儿。刚刚口水鸡的酱汁稍微晾凉了，也放到小容器里头去。这几个凉菜的酱汁啊，你感觉它的调味料其实都是差不多的，都是一些很基础的调味料，但是它调出来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个就是比例的魔力吧，就是你用不同的比例去调和不同的调味料，它出来的味道就会有不同的风味儿。几个酱汁都好了，等着明天用就行了。现在鸡已经浸了大概40多分钟了，它应该已经熟了。我为什么拿了超多的冰块来？因为我需要用冰块去冷却鸡肉。拿出来整个浸到冰水。这样浸一下，一个是让它立刻停止加热，防止鸡肉过老；另外一个是让它的鸡皮可以突然收缩一下，这样你吃起来呢会有一种脆滑的感觉。然后这锅汤是精华所在哦，千万不要扔了，先留着。接着又是一大锅冷水哦，因为我要煮一大块五花肉，这个也是明天的凉菜要用的，但是肉要稍微多煮一下，所以今天先煮好。这个买肉的时候啊，就是尽量像我这样挑一块比较完整的肉，后面会更好切一些。煮肉也是要等一会儿啊，先大火给它煮开之后转小火，因为这个白肉不像刚才的口水鸡一样需要很精准的控制火候，它可以稍微多煮一下，让肉比较软烂没有关系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把它煮个20分钟之后，就让它在热水里头一直浸着就行了。这个白肉就让它在里头慢慢浸着变凉就好了。旁边的鲍鱼已经煮了很久很久了，但它就是要煮很久。我感觉还欠一点火候，因为你要拿叉子试一下它，就插下去的时候感觉，还是稍微有一点费劲。让它继续煮着吧，这个鲍鱼估计要一直煮到今天最后了。旁边的花椒其实已经冷却了，然后你们看一下啊，没骗你吧，它泡完之后就变大了，不像刚刚那样小小的，现在已经很胖很胖了。但是它现在还没有到最大的程度，我要继续泡发它，明天它会变更大。再换上新鲜的纯净水浆，整盒放到冰箱去继续冷藏泡发。我现在把锅洗干净，因为我们开始做甜品了。用冰糖熬一点冰糖浆，之前有说过，把这个糖浆熬好之后可以做一些小甜品或者饮料之类的。我挺喜欢用冰糖去熬糖浆的，虽然比白糖要慢一点，但它的味道真的会微妙的有一点不同。这个冰糖呢，其实是为了它准备的这个山楂，准备用它做一个小甜点。因为年夜饭嘛，大家都大鱼大肉的，用山楂我觉得会很受欢迎，它就是酸酸甜甜的，很解腻。把里头的核给去掉。山楂里头的核它是嵌在内壁上的，所以你要拿筷子检查一下哦。你如果没有这个小工具的话，可以去奶茶店点一杯奶茶，要一根粗一点的吸管。
现在山楂都去完核了，如果暂时不用的话呢，可以泡在一盆水里，加2片柠檬，这样防止它氧化变色。旁边的冰糖都融化了。等糖浆的时候来准备西柚，这个是明天的饮料，柚子海盐气泡饮。切柚子也是有小技巧的，这样2头切一下，中间这样。尽量只要纯肉，不要有籽，也不要有白色的皮。糖浆就煮到这样了，它有一种粘稠感的时候，关火，等它冷却了再用。牛杂已经蒸好了，现在闻起来好香哦。虽然没有放什么，就是葱姜，但是它蒸出来就是有那个原味的香味。然后用叉子试一试，都比较软烂就好了。这个留着明天再料理。盖上保鲜膜，让它自己在旁边凉一凉。刚刚剥好的柚子肉啊，加点盐和糖，给它腌制一下，让它出一点汁，这样明天直接放在饮料里头就很好。盐要加点海盐。一点点盐，它能够带出柚子的那种微苦的清爽感。然后里头有特别大块的肉，你可以用勺子稍微给它插一插。这也是包好啊，放到冰箱去腌制，冷藏隔夜。接着呢是准备明天另外一个爽口小凉菜啊，糖醋小萝卜，就是这种小小的红色水萝卜。其实这个菜呢，它是腌完立刻就可以吃的，但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让它腌制隔夜，这样它萝卜的辣味会完全去掉，吃起来呢就是像水果一样酸甜可口的那种。先给它切个花刀，就这样一片一片的切，不要切断，这样它就很容易入味儿。全切好了，放到大碗里头，加盐先腌一下，让它们出水。然后处理一点虾仁。注意哦，当你如果同时要操作生熟的时候，砧板和刀一定要分开。这虾仁呢，我会弄一点虾滑，然后做虾滑的秘诀就是不要用刀去切它，要拿刀背去摁它。把它摁扁，这样它的虾肉的纤维呢不会被破坏掉，做熟了之后就会特别的有弹性。都碾压完毕之后呢，再用你的刀背不是刀刃，就是背部，给它稍微的剁一剁。放到碗中，加盐，一点白胡椒粉，一点糖，蛋清磕一点进去。筷子开始使劲搅，点玉米淀粉进去，这也是个体力活。搅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你拿筷子这样插进去啊，它可以站住不倒就行了。还是放到冰箱去冷藏待用。现在糖浆差不多凉了，把山楂放进去，直接丢到这个糖浆里头，让糖浆把山楂都裹满哦，然后让它们浸泡在里头。泡一会儿，就放在炉子上，一会儿就准备烧它。接着呢，就是来切今天的最后一种肉了，猪里脊。这个是为明天的锅包肉准备的。锅包肉呢是一个要下锅油炸的菜，我觉得它做起来不难，但是它如果作为一个宴会菜还是有点麻烦的，因为过油嘛，大家知道就是它那个火候掌握还挺重要的。所以呢，今天尽量的把准备工作都做好。我感觉锅包肉真的是一个老少咸宜啊。老人孩子都爱吃的菜，可能是因为它是酸甜口的，然后又是油炸过的猪肉，味道就是很好。猪里脊都切成这种比较大的薄片，尽量均匀一点，加点盐，点白胡椒，一点点花椒粉哦，别太多，不要吃出花椒味儿，它只是为了去猪肉那个腥味儿。2片姜，一点糖，料酒，先给它抓匀，给它码味儿。一会儿我们还要给它裹那个淀粉。淀粉呢，最好选土豆淀粉，玉米淀粉也行，但是炸出来那个脆脆的效果是土豆淀粉是最好的。这淀粉量是需要多一点的，然后加点水去兑成水淀粉，这个浓稠度一定要掌握好。就大家都知道，淀粉加水呢会形成一个叫非牛顿流体的东西，你就是要形成这种感觉，
就是你用手去扒它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很费劲，然后它又会从你的指缝间流走，这个就是非牛顿流体的特征，就是这种感觉。然后这样用你的手去把淀粉捞在猪肉上，淀粉浆一定要足够浓稠，然后让猪肉给它裹上淀粉，感觉每一片都能均匀的裹到就行。然后山楂可以下锅煮了。现在就只剩今天的最后一个菜了，就是小萝卜，把它结束掉，今天的活就干完了。现在已经出了蛮多水的了，把这些水都倒掉，然后冲洗一下。直接往里面加糖、醋，我还会削2片柠檬皮进去，这样它会有那个柠檬的清香。再兑点纯净水。这盒放到冰箱，刚刚的山楂等它凉了也放冰箱就结束了。对了，还有鲍鱼哦，差点忘记了。现在终于差不多好了，然后就让它泡在里头晾凉，依然是放到冰箱，明天再用。最后还有这些像是鸡、五花肉、笋，还有鲍鱼、山楂汤，这些东西全部都放到冰箱，等着明天用就好了。那今天的工作差不多就到这里了。每次我这样备菜的时候呢，都会有人说羡慕我家冰箱很大，其实没有了，都是一样的。我也会绞尽脑汁的节省空间，用保鲜袋就可以。咱们明天见。刚刚切了很多菜，因为之前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，你想提高效率呢，就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流水线。流水线的奥义是什么？就是把所有相似的工作放在一起做。所以如果你要切菜的话，你就把所有的切菜的工作放在一起切，这样效率是比较高的。现在我在切的是最后一个东西，就是酸笋。酸笋呢是一会儿这个老友牛杂煲里头会用到的。老友呢，它其实就是广西的一个特色啊，就大家吃过螺蛳粉应该会知道，它跟螺蛳粉是类似的那个感觉，里头一定要用到酸笋。但是酸笋是一个有点臭臭的食材，如果跟你一起吃年饭的人呢，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这个菜的，那你就可以酌情就是适量的放一些，不要放太多，给它提个味儿就行了。接下来呢，我还会调几个酱汁啊，就跟昨天一样，是相似的酱汁类的东西是可以放在一起的。因为有一些菜，它其实你在下锅之前要把酱汁调好，也是能够让你出菜特别快。比如像锅包肉，锅包肉这个菜它下锅之后很快速就要出锅，所以在下锅之前就要把酱汁准备好。锅包肉的酱汁其实特别简单，就是糖跟醋就完了。当然我做的是比较老式的，新式的锅包肉呢会加番茄酱在里面。我是觉得老式的味道会更纯粹一些，看你个人喜好了。那等一会儿糖溶解，接着还要调一个煲仔饭的酱汁。其实市面上有那种煲仔饭专用的酱油卖，但我家里没备上，就简单的生抽、蚝油、糖调一调就好了，加一点热水。
接下来就是汆水了。很多菜呢都是要食材预先汆个水，它会熟的比较均匀，比较快速。如果你家里锅够的话呢，建议你烧2锅大水，这样轮换着比较快。当你有很多东西要汆水的时候，为了节省时间，你要注意它们的下锅顺序，就是没有太多味道的，不会改变这个水的东西先下，这样你不需要频繁的换水。汆绿叶菜的时候，记得水里加点盐哦，这样汆出来颜色会更漂亮一些。汆完菠菜的水，一般我就不会再继续用了，因为大家知道菠菜里头是富含草酸的，所以汆过的水也是草酸会有点多。另外就是萝卜也是，它是一个味道特别霸道的菜，单独汆水，不要跟其他混在一起。这几个海鲜类的可以放在一起。这个鱿鱼花其实你可以买现成的，因为你做一桌年夜饭还是蛮辛苦的，能偷懒就偷一点懒吧，没关系。下锅之后立刻起来，海鲜最怕长时间给它煮到老了。萝卜这样有点透明就好了。好了，汆水结束。这个是昨天的虾滑。拿出来，现在可以把它填到口膜里头了。刚刚我们掰出了一个一个小洞洞，就是为了虾滑准备的。可以拿一个餐刀或者这种黄油刀，就直接抹进去就好了。像填虾滑这种工作，我称之为细致活，就是你比较需要有耐心慢慢做的这种呢，我也建议你把它放在前面，就是你开火之前完成。因为一旦开火之后，厨房里头就是热火朝天，一副战场一样的景象，对吧？在那个之前呢，这种需要慢工出细活的工作都放在开火之前。接下来就是凉菜的部分了。藕水鸡昨天用水煮好的，为了方便吃，我会用手把它撕一撕，把骨头给去掉。大家都知道鸡身上最嫩的是鸡腿肉，所以这道菜呢主要都是用鸡腿肉，剩下的边角料我们会继续拿去熬一下汤。鸡翅也可以一起放进去。现在最精华的肉都已经拿掉了，就剩下一个鸡架，还有一些的边边角角的了。给它直接放到盘子里，一会儿我们昨天的酱汁淋上去就好了。这个鸡架呢，我要把昨天的汤拿出来继续炖着。还是一样的啊，大火煮开之后呢，转小火慢慢炖，就最小火，让它汤汁比较清澈的感觉。这块五花肉呢是昨天煮过的，记得吧？但是我刚刚给它稍微冷冻了一下，让它现在有点半硬，这样会更好切一些。因为五花肉做凉菜嘛，还是挺容易吃腻的，所以呢，刚刚给它冻一冻，这样你尽量的给它切薄一点。就像这样一片肉一片黄瓜给它卷起来，就可以稍微做个简单的造型。而你吃的时候一起吃呢，也可以解腻。如果你的肉切出来没办法那么完整呢，也没关系，像这样两片小的可以拼在一起，因为你用黄瓜一卷，它其实看不太出来，就这样拼在一起就行。这样卷出来也还是挺漂亮的，全部卷好就好了。接着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开火了。首先把豆腐给煎一煎，锅里先放一点植物油，把豆腐下锅。另外呢，我煎豆腐会再加一点猪油进去，因为猪油呢特别的能提豆腐的香味儿，就跟植物油混在一起。猪油后下。因为你一开始只下猪油的话呢，很容易出很多油烟，然后耐心的给它两面煎到金黄。我用的是比较嫩的南豆腐，很多人煎南豆腐的时候会感觉豆腐很容易粘在一起，会粘锅。其实煎豆腐是比较考验耐心的，就是一次别下太多，像我可能就分2批下。
一次太多，它挤在锅里就很容易互相粘连。然后火也别太大，就中火慢慢煎。等豆腐两面都定型了再翻，就比较不容易破了。接着就来做比较耗时的菜了啊。一会儿的饮品是小吊梨汤，里头会需要用到银耳，我们昨天已经泡好的。银耳稍微随便撕一撕，丢进去。让它慢慢炖着。今天另外一个比较耗时的就是老虎汤，刚刚炉子上一直在炖的鸡汤就是为这个的。然后花椒鲍鱼昨天发好的也是放进去。哇，这个花椒泡了一夜之后变得好大。我这里放了8个小盅，看到没？就是我准备把这个汤用1人份的形式上，然后就每个里头非常均匀的放入鲍鱼、花椒，不要偏心哦，每个都要有。花椒因为特别大，给它切一切。自家吃的就是很豪放，有没有？然后你还需要一样食材，叫做石斛，大家见过这个吗？它鲜活的时候呢，是一种很像兰花的植物，晒干之后其实是一种中药材，近年来也很流行放在这种老火靓汤里面。其实它闻起来没有什么很特殊的气味，就是一种略带清凉感的感觉。但是它炖熟之后，那个口感特别奇妙。如果你没有吃过石斛，我给你描述一下，就是它炖熟了之后呢，它那个茎会舒展开来，然后嚼起来就感觉里头有满满的胶质，会有一点粘嘴的那种感觉。大家可以试一试。然后每个小盅里头再放1、2根姜丝，一点白胡椒。刚刚一直往火炖着的鸡汤过来。因为我火一直都特别小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鸡汤还是蛮清澈的。我觉得像年夜饭餐桌上喝这种比较清的汤，你会感觉比较清爽，但其实还是蛮香的，它的味道是彻底出来了。这汤里还没加过盐啊，别忘了加点盐。然后咸淡合适，再拿个小漏勺在这儿，把这个汤舀到小盅里头，只要汤哦，里头的边角料都不要的。这样这个汤炖出来就会特别的清爽。盖上盖子，我会用蒸箱去蒸这个汤，它其实就是隔水炖的那个概念。隔水炖汤的好处是呢，你不需要特别关注火候，你就一直炖着它就行了。因为大家知道水蒸气的温度是很难往上走的嘛，它会有一个比较恒定的温度。如果你家里没有这种小盅呢，就是用一个大碗也是一样的。煲仔饭用那种煲仔或者是这种铸铁锅做都行。煲仔饭想要做的好吃，其实很简单，几个关键点，一个是米要浸泡，像我已经把它清洗干净之后呢，就加水让它泡一会儿，这样你用锅直接煮出来的饭才会比较软和。接着是今天的重头戏啊，避风塘炒蟹。我用的呢这种叫珍宝蟹。刚刚大家有没有听到背景里头它一直在噼里啪啦的吐泡泡，活性很强。这种螃蟹呢，它的肉还是挺饱满的，但是缺点是它的壳特别硬，所以一定要把它每一块壳都给敲一敲。这种活蟹呢，其实我一般是会有一点心理障碍去料理它的。告诉大家2个方法，一个是把它放到冰箱去冷冻一下，或者是放到热水里稍微汆一下，可以让它迅速的失去活力。但反正我这个是已经处理好了。然后把它给先拆掉，蟹腮要去掉哦。刚刚说这个蟹的壳比较硬啊，所以尽量确保每一块都敲一敲。
可以拿比较干净的布裹着，用刀背敲一敲。蟹盖里头可能会有一些蟹黄的，也是留着啊，把里头多余的一些嘴之类的东西去掉，然后一起放进去，加点盐，还有料酒，稍微给它腌一下。接着就是准备锅包肉。这个我们昨天已经腌过，然后裹过湿淀粉的。今天拿出来呢，要再裹一点干淀粉。昨天那个湿淀粉呢，你可以想象成浆糊，就帮助干淀粉可以更好的裹在肉片上。面糊一定要厚而均匀。这里我准备了一碗还是土豆淀粉，丢进干淀粉中，就像这样。锅包肉好不好吃啊？其实就2个关键点，一个是它的糖醋汁调的味道，另外就是它表面这个糊啊挂的好不好。你炸完之后，它应该是表面脆脆的，非常酥松的那种感觉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裹完淀粉，不要立刻去炸它，正好让它有时间等一等，这个面糊可以裹得更紧，然后你一会儿炸的时候它就不容易掉。现在全部裹好，就这样放到旁边等一等。接着呢，还要再来沾一个淀粉。就是刚刚的蟹，把这个蟹块每一块它的所有的切口处都要沾满淀粉。蟹最好是沾玉米淀粉，不过大部分时候玉米淀粉跟土豆淀粉可以混用。最后就是蟹盖的部分，这个里头因为会有些蟹黄嘛，给它撒一些粉进去，把蟹黄封在里面，沾均匀之后，抖掉多余的粉。就好了，也是放在旁边等着一会儿下锅炸。接下来呢，就是进入热火朝天模式了，因为前面基本上能备的都备好了，然后就一直在炉灶这边把菜一道道做好就行了。首先，第一个热菜是八珍豆腐。八珍豆腐它的食材其实还是有一点多的，它毕竟有8珍嘛。但是前面的我们都该煎的煎，该汆的汆，所以到这一步其实已经很简单了。现在正式开炒之前呢，还有最后一件事情啊，就是昨天腌过的鸡丁，拿出来过下油，只要看到变色，立刻盛出来，这是后面八珍豆腐要用的。口蘑先下锅炒一炒。加点盐哦，是因为我想把蘑菇炒到缩水。然后木耳、松笋片、刚才煎过的豆腐，加一点生抽、蚝油，让豆腐煮一会儿入味儿。另外一个锅呢，我们来炒牛杂，姜蒜炒炒香，一点干豆豉。酸笋，我还会加点泡椒进去，因为酸笋它是那种酸酸的口感嘛，那加一点酸酸的泡椒，它们2个可以互相配合。昨天的一大碗牛杂下去，它现在有点冻住了，就连汤一起下锅。放点香叶进去，尝尝味道。因为里头的泡椒啊、酸笋啊，
豆豉都是有咸味的，所以基本上不需要再加什么盐，可以加一点点老抽进去上个色，这样就行了。这一锅呢，你不需要把它煮特别久啊，因为它是一个上锅之后边煮边吃的菜。然后看旁边的豆腐差不多入味了。这两个菜其实差不多都可以上桌，但是我们在热菜上桌前，先把凉菜给组装一下吧。这是我们刚刚卷好的里庄白肉、藕丝口水鸡，然后这个酱汁呢都是昨天做好的，放冰箱的，记得吧？直接淋上去，这两个菜就可以上桌了。这酱汁大家还分得清哪个是哪个吗？有这个芝麻酱是口水鸡的，直接给它淋上去。喜欢口味再重一点的人，表面再淋几滴油泼辣子，就是红油上去就好了。最后是一些熟的花生碎撒上去，我觉得这个碎花生真的是口水鸡的灵魂。香菜碎撒上去 ，OK。然后另外一个里庄白肉呢，记不记得我昨天有说今天还会加点新鲜的生蒜蓉进去，让它那个蒜香味更加的浓郁。在昨天的酱汁里头直接加这个蒜蓉，生蒜蓉非常的辛辣，别太多，1、2瓣蒜头就够了，拌一拌。然后这个酱汁呢，你可以选择淋在上面，也可以随着菜一起上桌，让大家自己蘸都行。我会把它淋在上面。这就是白菜啊，这个凉菜其实也是马上就好了，放进去。昨天拌好的酱汁进去。这个白菜尤其需要现吃现拌因为白菜接触了酱汁之后，它就出水，就会软塌塌的了。拌好就行。上桌前呢，撒点熟的白芝麻，芝麻可以多一点因为这个白菜吃的就是那种坚果的香味儿。多一点它会更香。接着呢是第4个凉菜，糖醋小萝卜，昨天已经压好了，今天直接就可以上桌。这个萝卜泡了1夜之后变成这样很漂亮的粉红的颜色。把里面的柠檬皮挑走，这样吃它的人猜不出来里面有什么，但是会觉得它味道与众不同。汤汁淋上去，然后这个萝卜我觉得我可以给它再起一个好听的名字。叫胭脂萝卜怎么样？看这个色号。那现在4个凉菜都可以一起上桌了。现在这2个菜都可以了。刚刚的鸡丁下锅，豆腐里头的各种海鲜放进去。加一点绿色荷兰豆，然后这个牛杂煲里头，我们刚刚不是有一些萝卜片吗？把它铺在这个砂锅的最下层，垫个底，一点青蒜丢到锅里。现在这锅可以直接出锅了。这个要端到桌上，让它在这个小火下面再慢慢煮着，让萝卜片再软一点就可以了。然后豆腐呢，给它勾个芡就行，因为里头海鲜都汆过水的，所以快速就可以出锅。稍微勾点芡。现在数数锅里啊，除了豆腐之外呢，还有口蘑、木耳、冬笋、扇贝、虾仁、鱿鱼、鸡丁、荷兰豆，总共是8针。出锅之前撒点香油，上桌前撒点葱花就好了。现在2个热菜都可以上桌了。接
接下来是2个都需要过油锅炸的东西，锅包肉和蟹块，把它们一起处理了。锅包肉一片一片的下了，不要让它们粘在一起。做这种油炸菜比较重要的也是一次不要太多，有耐心一点，分批的给它炸完就行了。锅包肉要炸2次的，所以呢，第1次不需要炸熟，像这样表面变硬浮起来就可以了。这样全部炸完一遍，让它定型之后呢，锅里的这种浮沫要捞一捞，让油温升高一点，再复炸第2次。第2次炸到这样很脆的感觉，然后浅浅的金黄色的时候出锅。这样炸2次的锅包肉，就算放凉了吃都是脆脆的。然后还是这锅油，把刚刚的沾过淀粉的蟹块给炸一炸。最后别忘了把整个蟹盖放下去再炸一下。下面锅包肉差不多可以出锅了，把刚刚调的糖醋水下锅，加一点水淀粉勾个芡，感觉这个芡的这个浓稠度合适了，肉片可以回锅。然后呢，刚刚切的这个胡萝卜的细丝、葱丝还有姜丝加一点进去。因为肉片在腌制的时候咸味已经够了，所以我没有再额外的加盐进去，这样差不多可以了。出锅前再撒点香菜，好，立刻出锅。本来我吃锅包肉是不加芝麻的，但是我最近正好在看一部电视剧，里头有一个剧情，一个东北人怀念他小时候吃的锅包肉，说他们撒点芝麻特别香。那我相信他，我也撒点芝麻。锅包肉可以上桌。接着是来炒避风塘炒蟹，然后这个是昨天炒好的那个熟蒜，还记得吗？这个熟蒜其实我没有给它炒到完全好，就是差一点点火候。今天继续给它下锅炒一炒，然后干豆豉炒一炒。大家知道避风塘炒蟹的灵魂是什么吗？既不是蒜，也不是面包蟹，是干豆豉，一定要加。面包蟹。面包蟹下锅之后火要稍微小一点，就耐心把它炒到那种金黄的颜色。我没有用那种市面上已经金黄的面包蟹了，因为我觉得像这种就是买白色原味面包蟹，然后自己慢慢炒，它的味道是最好的。加点盐、糖，颜色差不多好了之后，蟹回锅。蟹盖有点碍事啊，先拿出来，先给它翻匀。让这个面包糠呢很均匀的裹在蟹块的表面。起锅前再加一点辣椒、葱花。用面包糠均匀的撒在上面，然后嫌它碍事的蟹盖回去再稍微热一热。盖在上面。炒蟹完成了。今天的大荤其实都差不多结束了，后面都是比较素的菜。像今天的素菜，我们吃虎皮青椒。为什么要吃虎皮青椒？你们知道吗？因为是虎年呐。青椒呢，先在锅里头，就干净的锅，什么也不放油，直接下锅，这样慢慢的让它煎出一点虎皮。这个时候火不要大，中火。你能听到它那个噼啪的声音吗？这就是它的那个表皮在产生虎皮，像这种就是虎皮的效果就出来了。
那你看到青椒差不多都这样均匀的出现虎皮纹了，就可以放油。现在另一口锅可以来炒那个素什锦了，加一点蒜蓉炒炒香。刚才呢，就是大部分都是汆过水的食材，像木耳、豆丝、花菜、香菇、胡萝卜、菠菜和豆芽。很不下口。大家有没有觉得过年期间我经常吃这种什锦菜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只有过年期间我们会经常在家里吃饭，然后家里难免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边角料，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。所以大家都喜欢在过年的时候把这些各种乱七八糟的菜炒在一起。旁边的青椒差不多都软了，可以开始来调味了。加点蒜蓉，一点生抽，蚝油，盐，一点糖，可以加一点点的水，稍微煮一煮。有人喜欢吃那种特别软烂的红青椒，是吧？我喜欢吃它还有一点点脆度的，就别加太多水啊，越煮它越好。旁边的素什锦呢，因为本来都是汆过水的食材，基本上都是熟的，所以也不需要太多的翻炒，就稍微的加一点调味料。这个菜别看它一顿乱炒特别简单，但是它其实上桌都会很受欢迎的。青椒最后再稍微给它勾个芡就好了。给它撒几个辣椒装饰一下。今天的2道素菜可以上桌了。现在汤也可以出炉了。最后在里头撒点枸杞就好了。这种用蒸香蒸汤的方式特别方便哦，就是它蒸好了，如果你不急着上桌，它还可以保温。那今天的汤就好了。现在终于到饮品的环节了。这个小吊梨汤里头的银耳，刚刚已经一直在炖了，所以银耳现在已经出胶了，非常的软。但是因为我加的不多，所以这个汤还是比较清的，因为它毕竟是个饮品，不希望它太粘稠。现在梨可以放进去，放冰糖，然后还有话梅。话梅是小吊梨汤的隐藏食材，会让它有一点酸甜的味道。然后冰糖。让它继续炖煮一会儿就好了。小吊梨汤是可以热饮也可以冷饮的，冬天嘛，你可以把它热着上桌也挺好的。接着还有一个小荤菜是口蘑酿虾滑，这个菜呢，我决定用烤箱做，给它一点这种西班牙、意大利的这种风味在里头，也挺好的。烤箱先预热一下。其实正常的口蘑酿虾滑的做法呢，是会把它调成那种咸鲜的口感，然后还淋个芡汁，大家可能吃过哈。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菜特别适合那种西式的做法。大家有在西餐厅吃过那种蒜香烤口蘑没有？其实它是差不多的。锅里放橄榄油，然后这个虾滑的这一面先下锅，让它上个色定就行。让虾滑这一面固定住，然后微微的金黄色就可以。锅里头下点蒜片。盐，然后黑胡椒，稍微的翻一翻就好。接着我们把它转移到盘子里去，让它虾滑的这一面都朝上，然后放到烤箱里头去200度烤个10分钟左右。
后就是今天的主食了，煲仔饭。里头的米呢，之前已经泡过了挺长时间了，直接开大火去煮它。这个辣味呢可以排在表面啊。这煲仔饭里头呢，我放了腊肠、腊肉，最后还有这个腊排骨。腊排骨你们没吃过的话，建议你们试一下。它是把排骨灌到肠衣里头，然后再腌制而成。盖上锅盖，先大火让它煮沸。像这样看到它沸了之后，就转小火，让它慢慢焖着。接着呢，这个是昨天腌过的柚子，用糖渍的。这个柚子海盐气泡饮可以做起来了，直接放到这个大玻璃杯里。其实这个饮料可以特别简单，就是柚子腌过之后加冰块气泡水就结束了。但是我会再给它加一个隐藏食材，加点养乐多。养乐多那个酸酸甜甜的口感，跟柚子搭在一起，味道会很好。冰块，有没有发现柚子我特意选了红肉的，它做出来饮料会特别漂亮。加满气泡水就行了。今天的饮料柚子海盐气泡饮可以上桌了。现在口膜也好了，可以出锅了。烤到蘑菇这样它自己的原汁有点跑出来，上桌前再撒一点点欧芹碎就好了。这个菜调制特别简单但是很香，因为有橄榄油和蒜香的味道。蘑菇虾滑可以上桌了。现在煲仔饭里头的水分基本上已经全部都干掉了，饭也熟了。哇，这个辣味超级香。接着呢，你要稍微的去试一下，就看看它的底，感觉它的底是已经凝固了，然后有一点快要产生锅巴的那个感觉。把火转大，然后沿着锅边这样淋上一圈油，慢一点，让这个油顺着锅沿浸下去，这样它就会在底下形成一层焦黄的锅巴，这是煲仔饭的精华了。这时候一定要认真的感受，因为一不小心就糊了。听到锅底这个声音了没有？这样是锅巴在形成的声音。听这个噼啪的声音，一开始会越来越热闹，然后会逐渐的开始安静，这个时候差不多可以了。然后摆上我们刚刚汆过水的这个小油菜，之前调好的酱汁，你可以随着饭一起上去，但是我会先在里头稍微淋一点。今天的主食辣味和这个煲仔饭可以上桌了。然后今天的另外一个热饮的甜品小吊梨汤，刚刚也炖好了，最后再撒点枸杞进去。今天的热饮小吊梨汤可以上桌了。现在还剩最后的今天的甜品山楂酪，它经过1夜冷藏之后会变成这样红红的颜色。昨天放进去之前还不红的，还记得吧？也是可以装在这种1人份的小玻璃杯里头，就挺漂亮的吧。
还有甜点，我差点忘了。哦，这个颜色很好。那今年的年饭差不多就是这样了，也希望大家过年的时候都可以跟家人朋友在一起吃一顿丰盛的年饭，不论你身在何处。那在这里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吧，祝大家虎年可以虎虎生威啊，万事如意。咱们明年再见，拜拜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他抱住了你的手，我害怕。就你可以拿比较干净的布包起来，这样。他更抱住了他的手指，一个环抱。不羁的灵魂，他好不羁。倔强的时候。没事，你正好知道了，我还没扎呢。这样它就会在，这样它就会在，这样它就会在底下形成一层焦黄的锅巴。我给你加个鸡。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。